大家好，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已经打了1个多周了，下个周的股市将因为油价暴涨，可能进入血雨腥风模式。接下来的操作策略就比较关键了，我们要详细聊一下。注意，本影片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不代表投资建议。影片里提到的股票代码和买入时机，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下更深入的研究。我先给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战况，这个也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至少有8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的攻击，2名海员死亡，超过100艘到200艘的油轮滞留在海峡两侧。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就是一个巨大的海上停车场。3月8日，以色列和美国一起轰炸了伊朗的石油设施，现在是火光冲天啊！之前伊朗的影子船队一直在海上卖低价的石油，现在也要停了。接下来美国可能要加强打击伊朗的石油设施，让伊朗的所有的机动化部队丧失能源来源，包括导弹车、无人机等等的。这个战争到底要打多久？现在伊朗的空军和海军已经全军覆没，美国是占上风的。但是伊朗的国土面积有164万平方公里，比印度小一点，地下基地都藏在深山高原里，要彻底把它们在几个月内都炸完，还是有一些难度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美国的行动目标至少要4到6周才能完成，而且川普的态度非常坚决，他在周5直接喊话，说伊朗要无条件投降，并且不会和伊朗谈判。同时，美国的第3艘航母乔治 H.W. 布什号已经完成了战斗认证，准备部署到中东，加上之前的林肯号、福特号3艘核动力航母全部在中东同时部署，这就说明川普要把这个仗打到底。但对于我们来说就比较惨了，我们要关注的是下周的石油到底是什么价格，大概率是暴涨$100以上。第一个原因就是卡塔尔已经遭到伊朗的无人机袭击，它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基地。卡塔尔现在逼不得已已经要宣布停产了，因为挖出来的石油运不出去，罐子也越来越少，所以必须停产。但这个就比较重要，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重新启动，它需要几个周甚至1-2个月的调试，这个就非常漫长了。这就意味着，即使战争在3月里面停火，天然气、石油的供应恢复也会严重滞后，拖到4月。这个对油价和气价的冲击会更加的持续。但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和天然气也不是完全不能出来的。沙特有一条东西的石油管道，从波斯湾直接连到红海的盐布港。这条管道的运输能力大约是每天500万桶，而沙特最大的产能是接近1200万桶，短期内的瓶颈是非常明显的。阿联酋也有一条，但总共加起来也是260万桶的运输。正常情况下，每天有2000万桶的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整个缺口还是非常大的。同时，伊拉克还有科威特也在减产，都是因为油罐已经装不了了。如果下周还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这个油价在周一可能就突破了$100。卡塔尔能源部长还说，如果封锁持续，油价很可能会触及$150。面对暴涨的油价，美国也是在行动。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给印度30天的豁免期，允许他继续购买俄国石油。印度这次肯定是赚麻了，他买的俄国石油转手一卖，就在市场上可以卖出高价。美国最近还推出了$200亿的油轮政治风险保险计划，但是这个方案周5才出来，要签合同还有一段时间。保险有是有，但是这个船员的生命还是最重要的，大家都怕就不会往前开，这个就非常难了。这油轮可能都会在等一个时机，就是这个海峡真的不会有无人机、有导弹攻击的时候，他们才会航行。现在英国和法国的航空母舰都准备开往中东，意大利、希腊等等的也都准备联合舰队保护红海的航运，但他们到位也需要时间。所以总结来看，下周的股票肯定是要大跌了，制造业要大跌，包括 AI 芯片的制造，而且可能跌的会是血雨腥风啊。制造业需要能源、石油、天然气等等的原材料，台湾1/3的天然气来自卡塔尔，而卡塔尔已经停产了，台积电一家就消耗了台湾9%的电力，所以这么一下子，英伟达、AMD、苹果、高通全部都会受牵连。航空跟旅游板块更加不用说了，现在就连防御板块这个消费的也在下跌，因为这个油价一下推高了所有的消费成本，大家就不花钱了，消费品就下降了。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上周5还出了一个美国2月的非农就业数据，直接减少了9.2万人，其中 AI 就直接替代了10%的工作岗位，所以下个周的市场可能会出现多重打击。这些宏观风险我们个人是控制不了的，但有一件事情你是可以控制的，就是持续投资的能力，不管市场涨跌，现金流不能断。说到这里，我想聊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这个新秩序下，我们一般人到底该怎么办？
供应链回迁 ，AI 取代岗位，第一桶金都赚不来，还怎么投资？但你有没有想过，发达国家越是收缩，他们就越缺人。他们缺什么？是能用英文沟通、能远端交付的人。我自己就是拼命学好英语。2022年新加坡最缺人的时候移民到这里的，薪水直接翻了好几倍。所以英语不是一门学科，它是你在新秩序下命运套利的工具。我跟大家说，电焊工、水管工加上英文，去欧美上班都是金领级别。就算不出国，也能因为英文好，会有更多升迁机会，能进高薪的外商公司。我平常练英文口说，主要用 Google 投资的 Elsa Speak， 不像传统的学习方式，能高效训练，效果特别好。Elsa Speak 来自硒谷，全球超过9000万次下载。它会根据你的口音、职业、英语水平，帮你量身定做一套专属学习计划。每天打开就会有针对你弱项的课程，文法、词汇、发音全涵盖，哪个音发的不对，怎么改，中英文都有，一目了然。Landmark， 我最喜欢的功能就是 AI 角色扮演，你可以模拟面试、商务会议，跟客户谈订单，也可以自己建立任何情景。重点是 AI 能逐句反馈，让你知道怎么说才对。Start with, for next year, I want to focus on improving my fitness and starting a side project. How should I break these goals into actionable steps? For fitness, I'm planning to work out 3 times a week and focus on strength training. For my side project, I'm planning to start a new YouTube channel. For fitness, start with weekly workout goals. For the side project, maybe break it into research and then execution phases. 完整对话后，还有针对发音、文法、用字的详细中英文反馈报告。这对于想高效练好英文口说的人来说，简直是训练神器。如果你的工作上有英文简报或会议需求，可以用 Preman 网页版的 Speech Analyzer 功能，录下你的口说内容，它就会分析你的发音、流畅度、语调，甚至能预测雅思、托福的分数。这对职场人士来说超级实用。在新世界秩序下，英语是你用最少资金获利最大的投资。这个月是 Elsa Speak 10年周年庆，有限时大优惠，最多人喜欢的终身版方案，一次购买就可以终身使用，不用再另付月费。现在就是入手的最佳时机，点击资讯栏和这里留言的专属链接，在结账页输入优惠码 NICK， 就可以立刻获得超级折扣。在新的时代抢先机，我们一起学习英文吧！感谢大家支持，英语一定要学好。未来几个周什么时候抄底，关键不是战争什么时候结束，而是霍尔木兹海峡什么时候可以通行。我可以给大家做3种情形的推演。第一种就是乐观情形，概率大约 20%， 就是伊朗在4到6个周内被打服，战争停火。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3月底、4月初就可以逐渐恢复通行，布伦特原油就可以从高点恢复到80美元，而且在3个月内回到70美元区间。标普可能在触底后直接迅速反弹 10% 或 15%， 这个我们都是希望看到的。而第二个情形就是中等的情况了，概率有 50%， 就是这个战争从1月拖到了3个月。伊朗的常规军事力量被基本消灭，但是它非常烦，用无数的无人机、水雷或者是导弹来持续骚扰。这时候油价就会在90到120美元区间波动。而这种高油价会持续对全球的经济产生一定的冲击，比如通胀、消费萎缩、企业利润下滑。这种情况下，标普500就可以从高点下跌到 15% 到 25%。而 AI 半导体板块会因为台湾、日本、韩国还有美国的这种能源压力，加上需求预期的下降，就可能经历 30% 以上的调整。这个非常可怕，但是对于长线投资者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进场窗口。第3种情形就是最悲观的情况，概率有 30%， 就是这个战争扩大打到半年以上，海湾这所有的国家，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等的全部加入军事战争，卡塔尔的天然气长期不能恢复，沙特、阿联酋的炼油厂也遭受了巨大打击，而油价持续是维持在120美元之上，而且甚至极端情况下可以涨到150美元。这个时候就非常惨了，整个全球就会陷入滞胀啊，高通胀、低增长。而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就可以带出另外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这个也可能会重新上演。说到2008年，当时的油价是从2007年初的50美元一路涨到了2008年7月最高点147美元，而标普500是从最高点的1576点直接跌到了最低点，跌幅 59%， 大盘都腰斩了，其他的个股更加惨不忍睹了。标普 59% 的下跌是石油危机叠加次贷危机双重打击，非常极端。所以这整个战争如果真的在未来持续了6个月以上，那全球都可能都比较危险。
所以接下来的操作就非常关键。整个未来是非常不确定的，谁也无法完美预测，只有可能性。而乐观的情况，这个1个月结束战争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它有个迹象，就是周五的恐慌指数没有飙到40以上。25年4月恐慌指数飙到了60，但现在还是低于40，这就说明至少是上周五这个市场认为战争是可控的，战争可能会提前结束。而黄金也是一样，它也没跟着 VIX 恐慌指数一起涨上去，这些都是反常的点。而且乌克兰生产的专门针对伊朗自杀无人机的低价拦截无人机很快会送到美军和海湾各国家手里。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如果都被拦截了，那伊朗也无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真出现了2008年的石油危机再加次贷危机，那世界末日来了吗？其实也不会。标普500跌了 59% 之后，这个油价其实是从140美元崩到了40美元，而之后整个股市开启了14年的大牛市。如果当时在2009年3月最低点买入标普500指数的基金，到现在涨了大约是10倍。而如果那个时候你买了单只的大公司，比如谷歌，它是从最低点涨了50倍，微软涨了30倍，而亚马逊当时的当红炸子鸡，它到现在是涨了110倍。所以这一次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即使你不在最低点买，只要你像2008年那段期间坚持在恐慌点坚持每月买入这个回报也是非常惊人的。所以接下来我会告诉大家一些股票代码或者是 ETF， 大家都可以放到自选股里慢慢观察。你懂了这个投资方向，不要害怕，然后等到战争结束之后，你回来告诉我你到底赚没赚。我们先说原油，这个原油的赌性比较大，如果你想继续赌这个原油会上涨，战争会持续到1个月、6个月，你就可以短线买入 USO 美国石油基金，个股就可以买 XOM 埃克森美孚，还有雪佛龙 CVX。 但是要注意，刚才有消息川普说油价很快会降下来，不知道川普还有什么牌，但是这个风险一定要注意。国防军工板块是战争期间永远的赢家，我之前讲过什么 PPA、SHLD， 现在美军缺的是导弹，那 RTX 雷神科技，还有 LMT 洛克希德马丁，还有这次战争非常厉害的 AI PLTR 都是非常好的投资标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越到战争的后期，这些投资标的就越来越有赌性，大家都在赌战争什么时候结束。第二，我就讲一下科技和 AI 板块的抄底策略。未来最短1个月，最差情况就是6到8个月，这个科技板块一定会砸出一个史诗级的大底，各种板块都会跌，而科技板块跌的会更多。这个对于现在手里握着一大堆现金的投资者来说那真是天上掉馅饼啊！你终于可以在底部买入全球最好的 AI 科技股，而且要关注会不会这个战争在持续之后会出现次贷危机。我的频道里大多都是没有太多投资经验的新手朋友，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想着一夜暴富，不要去赌这些个股，也不用猜底部，就用定期定投 DCA 的方法，每个月或者是每2-3个周就用固定的金额买入 VOO、SPY， 它可以追踪标普500，或者是买入 QQQ 追踪纳斯达克100，大跌了就多买一点，这样你的平均成本会越来越低。有经验的朋友可以在科技股遭到重创的时候分批建仓，观察底部出现之后就开始步入什么英伟达、台积电、ASML、谷歌、亚马逊、微软、美光等等的，还有 ETF、SMH。 好公司的 ETF 我们之前的节目说了很多了，都在打折的时候，你要问我买哪个，我觉得哪一个都挺好的，都可以买。如果像我一样已经持有大量的科技股仓位，也可以买入一些看跌的期权来做保护，比如买什么 SPY、QQQ 的这种的看跌期权，甚至买台积电的韩国 ETF、EWY 的看跌期权，这样可以买一个保险，在下跌的时候期权端能够赚钱。大家看我的投资笔记就知道，之前我也买了很多的科技股，也不是空仓，这个都是正常的，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么走过来的跌了就买。关键就是这个投资心理，这个投资心理比会看 K 线还要重要。过去的2008年大崩盘，2011年的什么欧债危机，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还有2020年的新冠崩盘，2002年的美国暴力加息，我全部都经历了。赚的最多的就是在2020年的新冠崩盘，那时候崩的简直是
天翻地覆的啊，但是我还是持续买入。我在刚开始研究投资的时候，遇到这些崩盘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世界就要完了。但是呢，冷静下来，每一次都买一点，而且每一次这个市场都回来了，而且回来的比之前更高。这一次战争也是一样，而历史的经验，在最危险的时候买入，你的收益可能是最大的。而且战争之后，股市会回得更高。这里的核心观点就是，你一定要买一个好公司，它可以在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中活下来，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活下来，也可以在2020年的全球停摆中活下来。而它这次也会活得好好的。这个下跌都是暂时的，恐惧也会消退，战争最终会结束。到那个时候，你会庆幸自己在别人恐惧的时候你买了。所以做投资最难的不是什么技术分析，不是看 K 线，而是你的投资心理。每年其实都有机会，但是99%的人每年机会都错过了。一到下跌就过来骂你是反向指标，等到涨的时候他们又不说话了。而且很多人在买股票的时候一跌就睡不着觉，然后伤心，然后割肉。所以要学投资，就一定要克服自己的恐慌，建设好自己的心理学好一门 AI 无法替代的技能，学好英语，保证每个月的投入能力，这个是穿越任何周期最可靠的武器。想学好英语的朋友，别忘下载这里留言里的 Elsa Speak。感谢大家，下期再见。